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自己肩胛骨缝缝里面发酸，而且这个酸啊是很深很深的这种酸，有的时候它酸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拿自己的手啊，拿一个小锤子啊，用力的去敲一敲。如果你的肩胛骨活动起来，经常感觉酸，而且呢，你的肩膀的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些咯噔咯噔的声音，那么今天我教给你两个动作，一个是运动的方法，一个是解开这把锁的方法。这两者你把它结合起来去做，你会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分享出来。如果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呢，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很多，我担心大家如果一划走这个视频啊，找不到了，或者是以后再想看啊这些细节的问题找不到了，那就麻烦大了。那么接下来我会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肩胛骨的锁在哪里。这个锁其实藏得很深，一般人如果没有指点的话是找不到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找起来的话也非常简单。我把眼镜下掉，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把手啊去摸着我们的后脑勺，就这样去摸着它。然后你用另一个手，比如说我的左侧肩胛骨内侧缝缝里面酸，我就拿出我的左手摸着后脑勺，右手就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以后呢，我们把手臂来回上下的去这么动，上下动，你慢慢的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会跳出来一个硬硬的一个小骨头去顶着你的手，你自己感受一下啊。有一个东西会跳出来，如果你感受不强烈的话，可以把手放在这儿往里面压一压，跟它做一做对抗，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在跳出来顶你的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一个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当它往外去活动展开的时候，我们手斜入45度的一个角度，像这样啊，你看这个角度斜着往内去探入进去，你看往里面去一摁进去以后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手能包住这块这个肩胛骨的这个肌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背阔肌，如果你手能这么包住的话，你大拇指点的位置刚刚好就是我们这个锁的位置。如果说你这个手啊包不住的话，你就斜着用你的手这么点入进去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点，但是一定要记得你的手要抬得高高的，如果你的手不抬，像这样或者像这样抬不上去，那么这个地方你就点不到它了，它就藏起来了。我们把手点高，用你的手把它包住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包住了以后，大拇指就这么转，顺着我们这个里面转，从上转到下，大约是1指的长度，从我们的上面慢慢的转下来走上一个3到5遍，你自己去感受。有的朋友一做就开始龇牙咧嘴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很多人是关着的。什么叫关着的？开关开了就通了，关着呢它就是堵着了。所以呢，我们从上到下走上个3到5遍基本上这里就通了。通了以后，你活动肩膀，你哪里都没碰，你只碰了这一个点，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但是你记住有很多朋友他这手是摸不到这儿的，因为他经常这个地方打不开，所以呢他只能够用这个4个手指去探着里面。当你探着里面以后，一样的就这么转就行了，一定要记住斜着进去就这么探着转就行了从上到下大约1指的长度。当你这里解开了以后，活动肩膀，明显的感觉这个动作做完以后让你轻松了。那么这个动作其实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动作。以后呢，每周你做上一个3到5次就行。紧接着我要教大家怎么去锻炼光去做还不够的，还要去锻炼。怎么去锻炼呢？就是夹脊、夹背。怎么去夹？把你的4个手指握住，这叫握固。握固了以后，顶在我们的腋下顶在我们的腋下，然后这么去绕的时候，把头看上天空，或者你闭着眼睛慢慢的去绕。一定要记住，这就像拧螺丝一样。所以呢，我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你看往后绕，你别往前绕，这就绕反了。往后绕的前半程的时候没有关系，然后在后面手一定要去夹着，像蝴蝶一样往后夹着，这么一绕下来，这个后半程就要缓慢，前半程快一些，后半程慢一些，就这么去做。每天做上一个20下
到30下。做完以后，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松了啊。这2个动作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的一个解法和包括后面的一个运动方法，大家结合在一起去做，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就知道。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感觉大伟讲的好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给他点一个赞。没有关注的朋友啊，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大伟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上了年纪以后，大多数人啊都会出现肩颈上面的问题，很多人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法，所以呢，肩颈出现僵硬酸痛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摇一摇脖子，要不然呢就是用手啊拍一拍。你会发现这样做虽然短时间之内可以缓解我们肩颈上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没过一会儿，这个肩颈啊是该酸还是酸，该疼还是疼。其实我们肩颈啊之所以酸疼难受，最大的祸根就是在于我们的一个肩胛骨。大家可以跟我做一样的动作，我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当我把我的肩膀往上耸的时候，注意看我颈椎的变化。当我把我的肩膀往上耸，我的脖子会不由自主的跟着我的肩膀啊一起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颈椎的底座就是在于我们的肩胛骨，肩胛骨的状态好坏会直接影响到颈椎。所以呢，想要颈椎好，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们肩胛骨上面的一些筋节，把这些筋节打开，我们的颈椎啊曲度自然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时呢，颈椎的压力也会减少很多，这时候我们的颈椎就会变得非常的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就会教大家一个最全面的方法，打开你的肩胛骨，让颈椎不留祸根。我们分别会从前、内、上3个方向去完全的打开你的肩胛骨。大家跟我做完以后，感觉颈椎、肩颈啊轻松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咱们来做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打开我们肩胛骨最前侧的一个点，叫做会突。那么这个会突非常重要，它虽然小，但是它上面长着一块肌肉，叫做胸小肌，直接连接着我们胸部的一个肋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里给它松开来。怎么去松？你看，手直接就是放在我们的肩部，就像我这样，你看平放手掌平放，然后呢非常简单，我们把手你看这样握拳。握拳以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指节它顶着的这个点就是我们要松解出来的一块筋你看这样。好，压下去以后，很多人会发现非常的酸，非常的胀，很多人还会有一些刺痛的感觉。没有关系我们压下去以后，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朝着一个方向，我们去揉上一个30下到50下，压力是始终压下去的，然后就这样去揉30下到50下。然后呢，我们做完左边，再做右边。这里主要一个重点就是去找这个点。你看，掌根对着哪呢？对着我们的胸骨这块胸骨柄这块。你看，掌根贴上去完全的把手掌平着放在我们的胸口然后你看手握拳，握拳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指节这里直接是压在我们的胸部这里的你看压下去以后，你看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就这样揉。你会在某个地方碰到一个点或者碰到一个筋节，非常的酸胀，我们把这里给它完全的揉开就可以了。好了，这是第一个地方那么揉开以后呢，你活动一下肩膀，你会发现你整个胸口都能打开了，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好了，做完这一个以后呢，我们讲第二个点。第二个点非常简单我们要从我们肩胛骨内侧有一块肌肉叫做肩胛下肌。你看，我们手放在我们的耳朵上，那你看就这样放着。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看我手臂往上一移，它这里就会有一个骨头凸出来撞击我下面的这个手。我们就把手放在这样，反复移，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小骨头在来回的移动这个呢，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下角。我们从哪里呢？从我们的腋下，你看贴进去，手往外一张顺着我们整个胸廓的这个壁往后去穿，往后去顶你看手打开，把手往上最上面打开，然后手贴着这个胸骨壁你看往里面去按随便按你找到一个点怎么按也按不进去大概在我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骨头顶着这个骨头呢就是我们的肩胛骨下角然后呢，我们点着这个骨头内侧然后从下到上，你看点进去，1、2、3、4、5 2、2、3、4、5
3、2、3、4、5啊，你看从下到上啊，反复去做一个3到5下，这个动作啊，很多人他是忍受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肩胛骨上面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筋节，长期不去处理，所以做起来的时候啊，会非常胀。所以这个动作呢，你一定要忍受着把它做完我们哪怕就从下到上做个3到5遍，我们另一侧不做，你去活动一下你的膀子，你看一下两个膀子之间的区别，就能坚定起你做这个动作的决心。好了，我们左边做完，右边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我手自然而然的搭着我的耳朵，然后呢，我另一只手呢是贴近我的胸壁然后你看往后去戳一戳，这个手往上移一移你看往上一移，然后手往后一戳，你会明显的戳到一个小骨头然后顶着往后顶不动了就在这里，你看1、2、3，2、2、3、3、2、3往上移这个力是往后的这个方法请一定要记住非常的重要。好了，这2个点剪完以后呢，你再看一下你的肩膀活动起来你的颈椎活动起来是不是非常舒服？好了，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第3个点，第3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肩胛提肌这个也是一块非常重要的肌肉，大多数人这块肌肉都是长期处于非常僵硬的状态。我们怎么做呢？你看非常简单脖子往一侧歪，你看脖子往一侧歪，这里呢，你看我脖子这里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会跳出来一根大筋我们手呈这样握拳，就是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一圈然后去击打在我们这个跳出来的这个筋上面从下到上都可以。击打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喜欢是这样，你看这个叫什么？甩着手臂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抖腕，你看。手臂不动，小臂你看抖腕你看打出来的声音击打感是这样的大家听这个声音它像个小锤子一样快速的，你看1、2、3、4、5我们不用很用劲你看试一下力道，2、3、4、5，头脖子一定要是歪着，把这个筋抱出来，1、2、3、4、5，1、2、3、4、5，1、2、3、4、5，好。做完以后很轻松的就能让你的肩颈放松下来，然后另一侧也是一样的，1、2、3、4、5，1、2、3、4、5，1、2、3、4、5你找到某一个点特别的酸，特别的胀就在那个点多敲几下这个方法的步骤大家不要乱记住了，1、2、3。三个步骤这3个步骤就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帮助你改善你的肩胛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如果在外面请人帮你做的话，那价值也是不菲的。但是今天我教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应该都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神奇之处。如果你感觉好，就一定要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并且把这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大伟在这里教给大家的动作绝对都是百里挑一的非常好的动作，能真正意义上帮你改善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没关注我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给我点个关注，你的一个关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很多朋友肩胛骨内侧这个地方是不舒服的，经常感觉僵僵的、酸酸的。有的朋友反馈说就像骨头里面窜出来的那种酸酸胀胀的感觉，特别的难受。其实呢，我们肩胛骨内侧这个点位的肌肉是经常处于拉伸状态的。那么它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信号。比如说我们经常你看坐的时候是这样的。人是这样的坐的，然后在肩胛骨内侧这里呢，就是处于被拉伸的展开的一种状态。那么很多朋友玩手机也是这样玩，低着头玩手机，肩胛骨内侧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强化也是处于拉伸的状态。所以肩胛骨内侧这个地方一定要经常的让它强化，往我们的内侧去收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大家做完以后就会感觉肩胛骨内侧这里绷紧了，有2根绳子在抓着我们的肩胛骨向后非常的舒服。这个动作呢，大家做完以后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这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其实动作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手握拳，然后呢，你看手臂去贴着我们的身体内侧，同时往后去压一点，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我们在这个姿势保持住不动就是这样，保持住不动。
保持大概在5到10秒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慢慢的把我们的身体啊往前略微倾斜一会儿，依然保持这个姿势啊，你就会发现很神奇的感觉来了。什么呢？你会发现，哎，原来一些找不到这种发力感觉的肌肉开始逐渐一个一个的跳出来了，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就这样啊，保持住啊，然后慢慢的俯身。好，有这种感觉的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跟着我做接下来的动作了，是什么呢？你看，逐渐的，你看小幅度的手上抬，用力的向内向后，你看去挤压，你看上抬往下用力，上抬往下用力，你看就这样啊。做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胸啊，你千万不能弯着腰这样去做，这样去做，你肩胛骨就到这里，你看手臂到这里就给卡住了，你不能去往后去发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胸，你看挺起来，然后呢，小腹微微的内收。然后找到刚刚讲的发力感觉，开始你看上下用力，用力后保持2到3秒钟，再上再下用力，保持2到3秒钟，然后慢慢的加快速度。你看1、2、3、4、5，甚至可以俯点身6、7、8、9、10，不同的角度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样快速的把我们的这里啊，慢慢的啊，速度可以加快啊，就这样。慢慢的把这里的肌肉啊给它激活，让这里的肌肉得到一个深层的锻炼啊。这个节奏啊，你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定。有的人他喜欢做的比较快，往后去夹，只要你有发力感就可以；有的人喜欢做的比较慢啊，做完以后啊，到最顶端保持2到3秒钟再松，再到最顶端保持2到3秒钟再松啊。这个呢，根据自己去掌控。你一定要记住一点啊，做的时候你的后边要有2根绳子一样的，在紧紧的、牢牢的抓住稳定你的肩胛骨。好，我们一般做上1分钟以后啊，然后你会感觉，把胸再往前拉一拉，你会发现啊，后面这个绳子啊就跳出来了啊。牢牢的锁住你的肩胛骨，你会发现再变成原来的姿势啊，会非常的不舒服。然后自然而然呢，你的胸也挺起来了，你的肩膀呢后侧也会感觉这种酸酸的这种肌肉发酸的感觉，非常的舒服。然后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活动一下你的整个颈部啊，你会发现非常舒服。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大家不要看这个动作小而忽略它的一个作用。每天坚持跟我啊这样练一练。把这个动作学会，每天夹一夹就行了。我在这里还要最后提醒大家一点，任何的健身锻炼动作，它都是以肌肉发力啊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很多朋友一样是去做这个动作，他找不到肌肉发力啊，这感觉他就锻炼不掉这种目标的肌群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开始要在这里去保持5到10秒钟？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前奏啊。这样去保持的话，然后身体微微俯身，你能明显找到这种肌肉发力的感觉，在这个感觉之下再开始去做，就能慢慢的、逐渐的强大锻炼我们所需要锻炼的这种目标肌群。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讲的话有点多，也是希望大家能更好的学会。那么最后再说一下，在别人那里啊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肩膀不好的朋友们，可能你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锻炼动作，各种各样的拉伸动作，但是今天在这里我要给你分享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肩膀的动作。这个动作名字啊叫做推肩峰，打开我们肩膀的一个大关卡。你跟着我做完以后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非常舒服、非常放松的感觉。那咱们话也不多说，感觉做完以后有用的，留下有用2个字，帮助后面观看的更多的朋友。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么好的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讲动作。所谓推肩峰，它推的不是肩，而是我们的肩胛骨。肩胛骨这里啊有多重要，我之前啊多次和大家反复提及过。很多人啊感觉自己的肩膀啊、肩颈啊不好，其实啊就是因为肩胛骨这里啊没有完全的打开，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强化。只要肩胛骨这里啊给我们打开了，哎，你会发现肩膀啊就会变得无比的轻松。好，我们来讲一下动作。假设我的手这里啊是一条中间线啊，你看中间的一条线啊，大家看这里。那么我们把它想象成一条线以后，推肩峰就是手握拳从我们的这个腋下贴着进来，你看是夹着贴着进来，先用我们的这里啊触碰这条中间的线，然后呢再用我们的手肘去触碰中间的线，然后往上推，推到顶端，哎，推不动了，然后交替换手。好，讲完了这个动作的要点以后，我们来做一下，你看，来看前手
做的时候，我身子啊其实是正面对向大家的，但是我这个手啊要把它瘪过来以后，我身子就会有一些倾斜，但是没有关系，你一定要记住，身子是面对前方来推上去，好，转回来，来第二个推啊，记住2个点是哪2个点呢？你看手背，哎，你看往这边碰，然后呢手肘碰，然后到上面打开啊，你看来1、2、3。啊，到后面这个肩膀啊，你看要打开，往后4，啊，每做一下都是感觉你都有一种强烈的拉伸和锻炼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啊，就这样推上去，每天就这样绕，啊，这个感觉棒极了，只要你能跟着我一起去做，啊，抓到这个动作的要点，你会发现每做一下就相当于你的背部啊。被狠狠的按摩了一下啊，非常的舒服啊！你看，我们左右不要推多，就推上一个20下啊，推上20下，大家就跟我做上这么一会儿，然后呢，我们放松，感受一下，后背活动一下，肩膀提一下，是不是感觉整个肩膀松下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啊！我们推肩峰分为2种，一个是内推，一个是外推。外推怎么去做呢？也非常的简单，给大家做一下动作的演示。你看啊。一样，刚刚我们的手啊，你看是往里面推，然后手呢是悬着，你看手是悬着里面推。外推呢就是手反过来旋，你看拿我们的手掌对着外面，往外去推，1、2、3、4啊，推的时候注意啊，它有个牵扯的力，你看是这样，从中间往外，这个手呢是。往下往后，这个手呢是往外往后，你看1，然后从中间并拢再来2，打开3，怎么看动作做的合不合格啊？你看我的胸啊，看我的胸口，如果我做的不合格，我的胸口会怎么样？没有变化啊。那我做的合格一个，你看啊，1，看到没有？胸打开了啊，从这边看一下啊，来看1，看到没有？胸打开了。如果不合格的话是这样的啊，你看做的时候一定要把什么呢？啊，把手肩带动着我们的胸廓打开啊，就这样推1、2到顶点往后拉一下，3、4，好。同样的是里面你推多少下，外面推多少下，全部做完的朋友们，你会发现该锻炼的地方都锻炼到了。有的朋友做完以后啊，肩膀这里啊胀胀的啊，感觉特别的舒服，然后后面这里啊又感觉轻松，活动一下肩膀啊，感觉以前都没有过这种从内向外的这种轻松感。这个就是推肩峰啊！大家记得了这个动作以后，记得收藏下来，每天跟着去练。我是大为，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下。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